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今晚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大灾问第9集。在回答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最新的疫情状况啊，因为全球的疫情有了新的变化了。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经超过1年半的时间。现在有好几种品牌呢问世了，疫苗问世了，很多国家也积极的安排人民呢接种疫苗。像以色列的接种率已经达到55%了，他们国家50岁以上的施打率呢高达95%，施打率这么高啊，确实有效的让疫情呢趋缓，所以他们6月份就解封了，大部分的防疫限制都取消，这全球第1名啊，所以他们以色列现在是回归正常的生活，这个跟疫苗的接种率呢、覆盖率有关的，所以防疫呢效果会比较见效了，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以色列这个解除口罩令才短短1周而已哦。挡不住 Delta 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新的病毒确诊人数呢又在暴增，而且确诊中呢1半以上是孩童啊。以前说孩子比较不会感染了，现在孩子会感染了，而且确诊里面的高达九成呢是感染到这个 Delta 的变种病毒，所以不要以为老人家才会感染了，小孩子也会。而新增的病例里面呢，半数以上是打过2剂疫苗的，打过2剂疫苗还会中啊，所以打过2剂疫苗也没有完全保证啊。所以对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这个变种病毒呢，不能掉以轻心呢，因为它的传播力呢比原型病毒呢强7成呢。把这种变种病毒传给别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 ？Delta 病毒要传给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啊，你到超级市场去购物的时候啊，对方只要跟你擦肩而过，停留个短短的5、6秒、7秒，你就感染到这个病毒了。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移动。移动的时候要注意社交距离，口罩要戴好。另外一个接种率很高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已经超过80%的成人的接种疫苗，这些先进国家疫苗都打得很快了但确诊人数呢就回升哦。原因什么？出在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嘛。以前我们都认为说老人家先打，台湾也是一样啊，80岁的、70岁以上先打。他认为年轻人不会中啊，但是呢，英国的这个确诊里面呢，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就很多年轻人确诊，这个是现在这个变种后的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它已经是众生平等的，没有分别心的了，对老中青小孩子都有感染力。英国本来是已经降到1000人的单日确诊人数啊。现在又飙到多少？4万多哎！本来是1000以下，现在是4万多，你看看几倍呀！本来是6月底要解封的嘛，英国也宣布要解封了，现在不行了，延到7月底。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愿，也不晓得，因为千变万化现在啊。另外呢，东南亚有几个国家也都正在打疫苗，但最近的确诊人数却屡破历史记录啊！印尼现在也很严重，一天确诊5万多人你看，泰国最近每天都是7000到9000之间确诊人数，缅甸呢每天呢6000多人，马来西亚呢短短2周，最近2周从2周之前的8000多
一直暴增到最近的13000多，都是历史的记录了。这些国家目前都有在打疫苗了。第一个可能速度也不够快，疫苗也是缺啊。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打疫苗的速度呢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你说东南亚国家打得慢，可是美国、英国、以色列他们打很快啊，施打率这么高啊，对，他们也是一样啊，确诊人数还是一样反弹啊。越南也是，本来越南我们还很放心的，常常跟他们有联络嘛。2-3个礼拜前还是几百例，200-300，觉得还控制的不错哦。越南现在每天3000多例，还一直在飙升。荷兰上个月呢，6月底开始要解封，也是跟那个英国一样，本来6月底要解封的啦。解封之前呢，荷兰是解封的啦，但是它解封之前的单日是500多例确诊。6月底解封之后2个礼拜后呢，确诊人数来到7000多例，增加10几倍啊，500多到7000多了，2个礼拜之内啊。最大的警讯是什么？主要的感染者大多数年轻族群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会中啊，所以他们没有打。而且呢是什么？轻症状或无症状，这个才难防啊，叫黑数了啊。韩国的疫苗接种率也不算低啊，最近才微解封嘛，哈，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嘛，也是一样，微解封过后才1个礼拜而已，确诊人数呢飙到创新高的1300多人，一解封马上又宣布第4级戒护，本来全速进行变成紧急刹车，台湾是戒护3级，经济就已经深受重创了。你看韩国是4级啊，现在各国疫情再度恶化，2个原因呢。刚刚讲一个是什么？接种率不够高了，一个是什么？病毒已经变种了啦，变成更难对付的 Delta 变异株啊。所以这个病毒是变来变去，疫情起起伏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很多国家都是一下封城，一下又解封，解封过后又再封城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全球人类的生活、生计、生意、生机，甚至生命，都被彻底的摧残跟肆虐，实在是苦不堪言呐、尤其是生意人呐，上班族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好过那些做生意的啊，真的是，即使是路边摊也是一样啊，都是苦不堪言呐。这是全球人类的大共业，也是大教训。所以这波疫情可能会变成常态性，大家都要做好心理的准备，也要做好因应的准备。如果您还不知道如何去因应，那这里有一帖灵方妙药呢，要推荐给你，就是暂时忍耐一下，不要再吃肉啊！大家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停止杀业，就跟病毒不相应了。古德有一句祭文呢，他是这样子讲：千百年来碗里羹啊，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现在要把它改为欲知世上瘟疫劫，也不是刀兵劫啊，是瘟疫劫。欲知世上瘟疫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大家自己慢慢去体会里面的意思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呢，从少吃肉到不吃肉，到蔬食啊，再什么，再无肉，再素食，对，都可以啊。好，今晚我们的大哉问是第9集，一共有10个提问啊。第一题，一些地方啊发生邪教活动，经常散布一些邪知邪见，实际是个正信的佛教团体，
对邪教活动有何看法呢？虽然知道是不正之见，有些人虽然不知道是不正之见，却还是一些人乐于参与啊，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句近思语说了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迷信都已经不好了，那何况是邪信呢？对，宗教有很多种了，有正信的，有迷信的，有邪信的，也有无神论的。那慈济是一个正信与自信的佛教团体，强调的是什么？有正确的人生观跟生命价值观。它的宗旨跟理想是什么？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呢？所有的任何援助不管是台湾或国外都好，是超越政治、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也不论肤色，是以人道精神为主要考量并以人道精神为核心价值讲了这么长了，简单讲了就是什么？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这就是福慧双修的理念跟思想体系，这样讲就很简单了。所以他强调的不只是慈悲，而也必须有什么分别正邪的智慧只要心中种下强力的正念跟善念的话呢，一旦碰到知见不正的言论时，尤其是那些妄知妄见、邪知邪见的自然能够以正知正见去以正破邪。相反的，如果是心无正念与正信，则很容易跟邪知邪见呢相呼应，物以类聚这是频率相通了迷信或邪信的信仰呢，会什么？会以怪力乱神谈玄说妙啦、显异惑众啦、穿凿附会啦以及什么夜叉邪魔哗众取宠的邪知邪见来蛊惑人心、迷惑人心呢？心无正念及智慧不足的人呢，很容易就认贼为父而误入歧途将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我们要的就是把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呢，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及人群中，先改变自己，再以自己的身教呢去感化别人所以这个是菩萨道强调什么？手做好事，脚走好路，身行好事，心存好意这个是这个意思啦那这就是什么？大乘佛法的精神正信跟自信的佛法能亲近人心呢，洗涤人心洗涤污秽的人心呢，开启我们的智慧有了智慧呢，你自然就能够什么？明辨是非，判断真假，分别善恶，洞察虚实等等。这就是证严上人开示所说的什么？入实智，即能见实相。入实智，走入那个大圣的智慧里面，清净的智慧里面，真实的智慧里面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洞见实相跟真相了，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你是正的邪的，一看就知道总而言之让自己时时保持心正气盛，心诚意正，心开意解，心宽念诚，这样不但不会被邪教及迷信所蛊惑，甚至能让已入歧途者教化他，让他弃邪归正，把他渡到正道里面来。好，第二题，我观赏了几部慈济的国际赈灾影片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很贫穷、很苦难，我就感觉自己很幸福。但看到有人比我更发达、更富有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人生是否都是这样？都如此矛盾呢？真的是很矛盾的我回答他，不是人生都如此矛盾，是你自己的心念很矛盾。凡夫心起起伏伏反反复复，人心更是什么？生住意灭
循环不已啊。所以学佛就是希望怎么样？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转凡入圣，转迷成悟啊！随时期许自己心物转万境，而不要心迷万境转物质要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啦。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了哈。精神呢就要比上不足，目标放远大一点不要比下有余不要就轻易满足，我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因为智慧永远学不完的人如果事事一直往上比的话，就有比上不足的痛苦嘛真的要比就比智慧，因为幸福快乐不是拥有名利跟财富，而是拥有智慧跟真理不是朗朗上口，用心去体会，落实在生活中，就变成你的核心价值，你的价值观所以人如果一直活在比较跟计较之中呢，人生就会苦不完所以近思语才会说，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看到苦，你说看到国际救灾那些苦难的情景，就起了知足之心见苦知福，良知启发出来了，感恩心启发出来了。然而看到别人比自己富有，又升起不足之心我也希望跟他一样，他为什么比我有钱？我也希望跟他这样子这是什么？信念还不够坚定道心还不够坚固那怎么改善呢？多看佛书，多听佛法或者多听正法也可以的，多做志工，日积月累就会有所改善。心中如果常常是善恶拔河正邪交战这也是一种辛苦，心灵之苦。这个需要从哪边下手上次跟各位讲过了，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两铁要。亲近善事就是什么？就是外形嘛。你要去哪里亲近那些善知识人群中才有在家里你要做什么？在家里一个人，你要去哪里找？走出象牙塔走入人群善知识都在人群里面。修炼正法呢，内修，回来家里看佛书，听佛法往内修炼内修。两者双轨并行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双轨并行就是什么？悲智双运嘛。这样的道理呢，了解透彻了，人生就不会矛盾的了。让它巩固起来，这个观念思想把它巩固起来。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如如不动不会一下子又羡慕，一下子又很知足，觉得很矛盾的这个不是人生矛盾，这是自己心理矛盾好，第三题，募款跟募心哪一个重要老实讲，很多志工都在募款跟募心那上人也常常提醒大家我要的是募心不是募款，募心为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嘛，对，兵战为下，心战为上上次有讲过。所以募款跟募心哪一个重要？两个都重要。募款有形所以款项本身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是有为法。这个钱是有形的嘛？你拿给我有了，我再捐出去又没有了，对不对？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有为法。募心是无形的，所以慈心本身呢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是无为法。心是无为法，所以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透过事相去显真理就是以事显理，借事练心要募款就要走入人群去化缘佛陀时代叫做化缘嘛募款就是讲化缘，意思是一样的。要募款就要需要走入人群去化缘这是什么？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如果你是慈济志工的话这是慈济宗门的领域，就好像佛陀时代的什么托钵化缘挨家挨户
就跟他劝募一样。那要募心呢，就要深入经藏，用法去度人，不是用嘴巴。当然，法要用嘴巴讲出去没有错了，但是信中要先有法，你才讲得出来啊，这个是属于尽思法脉的领域，好像修行团体里面的什么文法调心呢？你去托钵化缘，你会碰到一些人对法师是不恭敬的啊。上次有讲过啊，把沙丢在你的碗里面啊，你心会不会起心动念？回来文法调心，不被这样子的一个大德呢影响我们修行的心念啊。回来要调心嘛，所以有为不离无为，无为不离有为，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啊。这就是什么？宗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宗门。这个是一个很妙的意境募款募心能够做到相辅相成啊，会二归一，那才是全实一体啊。刚刚不是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吗？全实其实一体的好像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的，缺一不可，两个是永远是并在一起的，双轨并行的，相辅相成的所以呢，全实一体的募款募心两个都是两个一个全实一体的话呢，这样呢，劝募者才会是个教化者，那捐款者也才不会只是一个布施者，而也会是一个启智者。我不只是捐钱给你，因为你有跟我说法，这个钱怎么用，用在刀口上，这是智慧那我就启发我的智慧，因为捐钱这样子，那我也来跟你一样做志工这个意思了。所以只募款不募心，则捐款者无名一来，就会随时中断自己的造福之路，这是福中缺慧。只募心不募款对方虽然认同慈济的赈灾，但却不以捐款行动来支持，如如不动。你讲我认同但是我就是没办法也不是没有钱没有捐钱的习惯这样有心动，你讲得很好，我心动，但是没有行动，我捐不出来。有心动但是没有行动，这样也是难以成就了。这也是一种什么？欠缺福缘因为你没有捐钱或出力广结众生缘，就是没有福缘嘛。所以一般说来呢，只要能募到心，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勉强靠人际关系募到的善款，你却不跟他说法，让他了解这个钱是怎么用的，用在哪些地方跟他分享法喜。这样的话呢，这个布施捐钱者虽已生善，但难以增长。捐了10年还是在捐钱但是智慧没有增长但是好过没有捐钱的人对，募款也不能募大不募小了不能有分别心。佛陀10大弟子里面的须菩提呢，他只喜欢向有钱人劝募，而大迦叶呢，只喜欢跟贫穷者劝募。佛陀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对佛陀认为真正如法的劝募呢，是佛陀的开示这句话：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次第劝募。什么意思你不要分有钱没钱的，不要分大小的，金额不能分大小，不分垢净垢就是污垢，净就清净嘛，没有这个分别心，严肃威仪，出去保持一个很庄严、很好的形象，次第劝募，挨家挨户来，我就跟你讲，就跟你劝募，没有去挑的，我要来挑那个，我要挑这个我要那一家，我不去那一家就不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心行平等，慈悲等观佛陀告诉我们他本来的开示是叫行起
因为那时候佛陀的弟子们还不用去劝募啊，他们只是去化缘嘛，拿个托钵去化缘嘛，所以那叫行乞嘛，行动的行啊，乞丐的乞啦。那我把它改成劝募，意思是一样的啊。文辞虽异啊，其义相通啊。好，第4题，什么样的发愿才是最真诚的呢？发愿需要付出代价吗？其实不能讲发愿要付出代价了，也不能讲说，哎呀，发愿后都会碰到模考啦。你如果这样讲，谁敢发愿呢？不是这样子的。你发愿后会碰到模考，碰到模考跟发愿两个是不要牵扯在一起。碰到模考，自然有它的前世之因的因缘跟发愿是无关的。你今天会碰到很多的障碍模考这个不是说你发愿以后才有的你不发愿也是有啦，对，跟发愿是无关的了。应该说呢，发愿过后就要积极的付出，发愿过后的付出与投入叫做行愿，也叫做愿行就好像支票开出去之后，你要兑现嘛，你不能银行没有钱，你还开支票对，发愿而无行愿这叫什么？叫做空愿就好像什么开出去的支票是跳票，叫做空头支票发愿呢是学佛的人为自己所行的菩萨大道呢，定下一个努力的目标跟方向，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跟抱负了这更是一种衷心的诚心的承诺发愿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好像什么？好像学生说我希望将来我考上哪一所大学，我努力读书，我就考上哪一所大学，我希望考上哪一个科系，那是对自己的将来的期许跟设定的目标。学佛也是一样要能清楚你自己学习的目标跟期许要不然你在学佛是干什么？对，不是只有打发时间不是只有寄托而已刚开始是寄托没有错了，本来我的生活懵懵懂懂，现在做志工之后，我的生活有意义了，有寄托了，生活有寄托。但是入门是寄托慢慢开始要突破啦，要解脱啦，对，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知见，很多东西要解脱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嘛。这是你的目标目标定在那个地方我要往这个地方去努力，全力以赴这个是很美的意境发愿要有这样子的真知之见呢，才不会走入偏门佛家是深信说有愿就有力愿大力就大神通抵不过业力愿力可以超过业力，这讲没错。但是呢，你刚刚讲后面那一句愿力可以超过业力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如果你的业力深重，加上你的愿力太小，所行的小善抵不过所造的大恶虽然这一世呢行大善，但是前世的余殃跟余报未尽，业很重，这样还是什么定业难转所以你要发愿，要看你的愿发多大了。你发小小的愿，可是你业这么大，愿力没有办法超过业力所以这个也是有条件的相反的，虽然我知道业障很深重，但是我发怒忏悔之后呢，也发心立愿，断恶心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开始行善布施改往修来了。这样福慧双修所累积的福德，就有可能以福转业嘛，令众业轻报，轻业化无了，最终还是能够扭转命运，翻转人生所以虔诚发愿才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为什么要虔诚发愿？支票不要随便开嘞。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讲什么？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这句话也讲得非常好。什么意思君子恒立志就是什么？就是立下远大的志愿，然后全力以赴。
志愿不多，一个志愿而已，全力以赴，好像上人一样，为佛教为众生6个字做到现在做不完啊。立恒志，立下一个永恒的志向的意思了，而不是恒立志。恒就是常常的意思了，常常立志，常常去发愿，常常立下一个志愿的，但是都是没有去行愿，都不了了之了。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虽然发了宏愿，但根浅难悟啊，积钝障深啊。什么意思啊？根浅就是根基很浅薄啦，不容易开悟啊。积钝障深啊。根基很钝，跟前面一样，积钝，业障很深，所以方向虽正确，但却不能够善巧用法，没有智慧去善巧用法，造成碰到困难的时候呢，还是无法转念，这样有发愿也是难成就了，这也是发愿的一种状况，值得我们去探讨。好，来分享一句顺口溜。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遇事而消愿，则大愿也会变空愿。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啊！这样听大家都听得懂了哈。所以发愿必须是虔诚的，是恭敬的。发愿不能讲条件，也不能希求回报啊！既然是不志不求啊，那就是什么？甘愿做，欢喜做嘛！啊，当然也不会有说，哎呦，我发愿后要付出代价，也没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了啊！这就是正确要观念要正确啊！好，第5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呢，请辞目前的工作。转而投入另一项更适合自己专长的工作，这样是否责任跟使命对立，难以平衡呢？这提问的人也没有讲说力不从心是工作量的关系呢，还是工作性质的关系的啊？还是人际关系的，不晓得了。不过既然讲力不从心，或者是说心有余力不足啦，就是代表自己的工作已经碰到瓶颈了。工作瓶颈是个果，是个现象，是个果。观念瓶颈是因，要从因上去下手。观念的瓶颈会造成工作上或生活上及人际关系上的瓶颈，需提前将它突破。瓶颈没有提前突破，恶化就是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都是烦恼。所以力不从心或者有心无力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什么？心行不平等啊，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才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了。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心跟行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内心跟外形啊，内心跟外形是平衡发展的，是内外一体的。工作如果重担超乎自己能力所及，或者工作性质不适合自己造成什么人不视其职，无法尽其才则也是很难从付出中，从工作中呢获得成长的喜悦，很难工作量超载，甚至会造成什么累积工作而变成工作压力但是有时候呢，工作压力工作会有压力呢，不全然跟工作量有关不一定不是你工作很多就有工作压力，不一定，而是跟自己做事的心态有关生活压力也好，工作压力也好，不是来自外在或别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是自信的显现如果是志工工作，如你讲这个是志工的工作的话了那更强调什么？随顺不逆也就是什么？有责任，有使命，但是没有压力。如果是承担佛教如来扎业的话，那更是要给什么？你不是在做志工而已我要给你责任，给你重任，还要对你信任，这就是使命所以我们还需要自我警惕一个观念
不怕工作压力，只怕心理压力；不怕工作瓶颈，只怕观念瓶颈；不怕肩头有承担，只怕心头有负担。同理这个上次讲过，环境是仆人，心境是主人呐。心境不能改变，则环境或工作再怎么改变也是力不从心呐。不是环境、工作环境的问题，是你心境的问题嘛？对，所以你如果心境不懂得去改的话，你环境再怎么改，工作再怎么换，也是力不从心啊。真的因的问题啊，所以才说什么要让力量全涌，不能只靠体力，不能靠蛮力的，要靠什么？要靠心力，因为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什么工作都一样工作呢，不能单靠筋骨的力量，这是有形，所以是有限的，必须借重心灵的力量，是无形的，所以是无限的。这个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了好，第6题，在工作中遇上自己不投缘的人，其所言呢，很难让我听从、服从。如不给予配合，却又被冠上不服从、不尊重，对此呢，要如何调试自己的观念呢？这个在人群中呢，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呢。他明明讲的话，我就是不服啊，可是不听就不行可是听的话，心里又很不舒服，这个是对很辛苦。如何调试自己的观念呢？碰到跟自己不投缘的人，如果他所说的话是如法也是有理的，那我们就要学习什么？依法不依人，把这个人跟事呢拆开。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不对的我就没有听，对的我就听这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千万不要什么以人废言。什么意思？因为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就否定他所有的好话，他讲好话我也否定，不要这样那碰到与自己很投缘的人呢，如果他所说的话是不如法也不合理，是不对的，你就不要依教奉行，你这个时候就不能依教，不要去做千万不要以言举人。什么意思因为我跟这个人很投缘，我很喜欢他，所以他说的没话没道理也不对的，我也听。不要这样子分别智在这个时候要拿出来用，对错要很清楚。所以对于人的观察不要听了对方讲了一句对的话，就认为他通通讲的都对的，不是这样子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有一点缺点，因此呢就不听他的好意见了这个问题是如法与否，好不好，对不对，是以何标准来衡量呢？很难嘛。不过上人曾经给我们开示过，很简单一句话，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智慧。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他这个人我不喜欢，他话是对的这个人我很喜欢，他的话不对的到底怎么趋势好像很乱。上人一句话告诉我们，上人这样子讲，我们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很受用，也很受益，那就是我们有口德。你看口德是这样子解释的，你看没有很高深的学问这样子你讲话要有口德，口德就是说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也受用，也受益，对他有好处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口德了。所以这个缘也很重要了。所以上来还讲嘛，有缘讲话是真理呀，无缘讲话就变是非啦。这个都是非常言简意赅的开示所以结好缘、修福德都十分重要军队有军阶嘛，对不对有上下阶级之分嘛下要听命于上，叫做服从嘛，这是军人的天职企业跟公司行号也是一样，我是总经理，你是经理，你听我的我经理下面有主任，主任听经理的这是一样嘛，有上下的关系嘛，有服从的这个观念嘛。
但是修行团体呢，就不用服从这个字眼了。服从有上对下或下对上的不平等心呢。学佛是讲什么？讲信受，以德服人，别人自然会对我们起欢喜心，所以才说什么欢喜信受啊！你讲的话我听得很欢喜，所以你听的话我也接受啊，欢喜信受啊，或者全福音呐啊，这个话都是很优雅的话啊。人家对你讲的话不服，你讲出来的话，人家听得不服，你也是无可奈何，也勉强不来了。啊，服不服从，那要看那件事或那句话是否如法有道理。啊，服不服从，要看你那句话到底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如法的呢？没道理或不如法的事情，或没有道理的话，叫人家怎么去接受呢？对，即使人家勉为其难的接受了，那也会变成什么？口服心不服了。心都不服了，要做到彼此尊重也是困难呐。虽然可以假装啦，但是装不久了，对。然而，如果以大局为重，好了，我就以大局为重。虽然你讲的话我不服，但是我为了大局为重，我勉强接受，我内心不服哦。这个时候我还是怎么样？以礼待之，礼尚往来，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风度。孔子所说有4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意境，叫做和而不同啊。这句话意境很深，大家可以慢慢去看。我讲过这句话，不知道在哪一集我忘记了，不过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这个字，和而不同，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什么意思啊？虽然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也很合群，但是他不会在人群中啊盲从附和，人云亦云啊。而是自己有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也是不简单，值得学习。好，第7题，快乐的定义是什么？要如何给别人快乐？是自己要先有快乐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不管你有没有学佛的人都会问，因为很多人不快乐啊。快乐的人也会问啊，怎么样让他持久啊？对，没有快乐的人要求快乐啊，快乐的人说要求持久了。你看，这是这样子。对，快乐是来自一个人内心的主观意识状态，而不是寻求感官上或物质上的刺激亢奋的结果。所以，快乐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是向外追求。向外追求叫做心外求法，叫做外道啊，不是正道啊。我们对快乐越是穷追不舍呢，快乐离我们越远了。我们越是刻意追求呢，快乐越成为我们的负担呢。快乐反而变成不快乐，反而是个负担呢，因为有所求嘛。对，你对快乐有所求，也是会造成负担呐，啊，会求不得嘛。其实，快乐是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我们常常是舍近求远嘛，就如同佛教中所讲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人的身怀明珠，却还一直在向外在这边乞讨，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就近之道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先学习如何消除烦恼，消除没烦恼的人，自然就会快乐。快乐的人不代表没烦恼，所以消除烦恼重要过追求快乐。消除烦恼是追求快乐的源头啦。先求没有烦恼了，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迈向成功。道理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要与他人分享快乐之前呢，自己先要有快乐。自己活得不快乐的人，就好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给别人快乐呢？所以近似于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啊。计较的少就是什么？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啊。孔子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好，跟佛理、跟上人的开示都是互相印证的。孔子这句话怎么讲？
君子无所争。刚才讲不是都不计较、不比较吗？对，就是没有跟人无争嘛。对，啊，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什么意思啊？君子不会跟人家争来争去的。如果说要有所争的话，那也只是什么，在比赛射箭的时候呢，来争。比赛之前呢，还是互相揖让，表示恭敬后来。先礼后兵呢，结束比赛之前是恭敬的揖让嘛，恭敬的嘛。比赛之后呢，还能一直嘛，不管谁赢谁输了，还是可以一起喝酒这是他们讲喝酒，我们学佛不是喝酒，还能一起喝酒对谈。这样的竞争呢，不失君子的风范。相反的，如果因为竞争而有所争，有所争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会有烦恼这样就会离快乐越来越远了所以孔子这句话也很好。这个争不争的这个标准在哪里以上所讲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快乐的心念种子要先种下快乐的种子，也就是先种植观念，观念正确了，才会有快乐的人生这是互相有关联的好，第8题，我是一个悲观的人，要怎样才能令自己保持乐观和积极的人生观？悲观，很多人也是悲观的，乐观的人比较少，悲观的人比较多所以要学习在这里嘛。人生观的悲观或乐观，它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是否有正性跟正念呢？心无正念，则易起悲观呢；心存正念，则易起乐观呢。同理呢，悲观的人则难起正念，乐观的人则易起正念，互为因果了。所以悲观是由这一念心，乐观也是由这一念心。成功是依仗这一念心，失败也是依仗这一念心。一切唯心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产生烦恼或不开心，不是这个人或这件事情让我们烦恼或不开心，而是我们对这一个人跟这一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有关如果看法跟想法都不离正法，这就是佛法所说的嘛，正思维思维就思维了，哪有什么正不正的问题？有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就是正思维了。你起心动念都是正的没有负面的没有悲观的叫正思维了。悲观的人就不是正思维的啦。所以悲观的人呢，很容易很容易多愁善感。遇到雨天呢，会让自己心情低落；遇到晴天呢，就感觉很焦躁，因为很热、很闷、很焦躁。但是乐观的人呢，容易正向思考。碰到雨天，感觉哇，雨水滋润大地遇到大晴天呢，艳阳高照，我看到光明跟希望他跟悲观的人不一样，悲观的人会感觉很焦躁，他不会很热，但是充满了光明跟希望悲观的人是看到机会后面的困难明明碰到机会来了，他却不敢把握，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后面很多困难呢。这是悲观的人那乐观的人是看到困难后面的机会他明明碰到困难困难重重没关系，充满希望，因为他看到我只要把这个困难克服以后，后面是怎么样？本来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结果看到后面柳暗花明好多村，后面很多机会。乐观的人不一样，同样的天气跟遭遇不同心情跟心境的不同的遭遇你看，对，心念在作怪了，心念所以如果要做到境由心转，境由我们的心来转，这个需要提早锻炼心念，才有办法培养出乐观的心态乐观的心态要培养，最好还有佛法来做后盾，比较为稳固啦。
佛法中有8个协助我们来乐观的方法，叫做什么？8正道就是我自己讲，我自己的8个保镖，在我身旁，我的随护随时保护着我，都是正的嘛，才能够以正去破邪呀。这8正道就是什么？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思维，刚刚讲过了啊。正精进、正念、正念，8个全部都是正的。心态如果都是这样正的，则乐观变成你的人格特质啦。这个时候你想悲观都很难呐。你没有负面思考的空间，全部都是正念的 positive 的。第9题，我喜欢做志工去服务别人，甚至去辅导别人，但有时候自己也会碰到问题，或面对问题而陷入困境之中。我应该怎么样去化解，才能自己先走出困境，来继续为别人服务？这个是有入人群的志工问的问题的他有这样的体会了啊。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们常常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碰到棘手的问题，甚至什么被问题缠身也会所以要教学相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是什么意思资深的志工也有资浅之时资浅的志工也有资深之时智慧的人也有无明的时候那智慧不足的人偶尔也会有产生智慧的光明的时候自己陷入困境刚刚讲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何去协助别人呢？菩萨要有能力自救，才有余力去救别人所以菩萨道如果要永不退转道心坚固了，自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先安内才有可能攘外。内就是自己，也是自己的心也就是要先能安内才能攘外嘛自保就是什么？就是壮大自己，不必去压制敌人，你壮大自己就好但是要巩固自己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指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不是指说高高在上的自我自大，不是壮大自己不是说我很大，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呢是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这个什么意志坚定道心坚固，如如不动，不受环境影响这个时候人家靠近你才会有安全感一股很稳固的墙可以让人家依靠这个跟你在一起才会觉得有安全，才觉得什么如沐春风跟你谈话呢一谈起欢喜心这就是什么？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要有很好的圆桌后盾有一次的上人行脚全省中间有一段对委员的开示上人说一些委员碰到困难挫折或人事问题就要跟我一鞠躬下台不做了。我碰到的问题更艰深更多我要跟谁一鞠躬下台呢？上人自己讲了再怎么困难辛苦都要扛起来，要做闻声救苦的菩萨，自己就要怎么样？先能吃苦了苦，才会苦尽甘来。人生虽苦，工作也很辛苦，但唯有不怕苦的人，才能吃出甜味这是一段醍醐灌顶的开示，很激励人心所以随时充实自己，让自己道心坚固，意志坚定，心宽念纯，才不会动不动就什么对号入座，动不动就感觉受伤，变成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男人也是一样的或者作茧自缚落入困境。即使一旦难免落入困境也是需要懂得什么自转法轮，自转乾坤，立即什么金蝉脱壳，脱困而出这是唯一的方向叫做不归路
做不到就变成什么烦恼缠身的在缠菩萨，不是禅定的禅呐，是烦恼缠身的缠呐，这个就辛苦啦哦。好，第10题，常常听志公说，对人要善解包容，对己要知足感恩。如果凡事都是隐恶扬善，这样隐恶扬善，这样要如何除弊心力，成长进步呢？扬善呢，其实就是报喜，他不是说吗？哦，如果我们都是隐恶扬善的话，那这样怎么样除弊心力呢？怎么样检讨改进呢？这个扬善就是报喜的意思啦。就是什么叫报喜啊？就是真人真事，好人好事传千里，以善导善，让爱循环呢。弘扬慈济宗门啊，就是这个做法。还有一个传承济世法脉，2个嘛，对不对？隐恶就是不报忧。这个隐恶的部分要从3个方向来探讨。隐恶就是说，比较不好的啦，有缺点啦，不理想的啦，那些叫做隐恶啦，恶就不是说都是就是很不好了，就是不报忧有改进的空间，它不改进不改善这个意思。这从3个方面来探讨了。第一个呢，我们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不好或不对的事情，以当事者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是不好或不对，有时是没有对错之别，只是观念不同而已啊。这个需要以客观、宏观及同理心的远近不同角度呢，去做精确的分析、正确的判断，这样才不会落入主观或武断呢。这第一个判断的这个角度，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真是不善或不对，隐恶这个恶，如果真是不善或不对，则见恶需自我警惕，要择其不善就恶嘛，择其不善而改之。不是改他，改自己。因为对方视线给我看，让我反观自省，有没有跟他一样？有改没有？哎呀，庆幸，所以感恩他。如果有机缘导正的话，那彼此结好缘嘛。如果是没办法碰、不能讲的人，你不要因为不能改变他而讨厌他，不要这样子。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子的。我想改变你但是因为不能改变你而讨厌你，常常会这样，这人性的弱点。我们还是要以礼待之，等待因缘要沉得住气嘛。第3个，如果是善的或正确的，不是恶的隐恶的恶不是恶的，是善的跟正确的，则依法不依人。刚才讲过了嘛，善知识的法我们可以学习，这叫什么？叫做择其善者而从之嘛，对，跟他学。然而善知识也偶有犯错之时嘛，都是凡夫嘛，对不对？虽然他是我的善知识，他有时候也会犯错对。善知识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中警惕呢，千万不要因为善知识偶尔犯错，我们却因此排斥他的正法。他还是会讲出很好的话出来，他也很好的行动给我们看。虽然他有一些犯错，对，犯错的放一边，但是他讲对的、正确的这个我们不能排斥，否则什么？否则就与依法不依人的正信佛法是背道而驰的。对，所以这位志工又问嘛，他说如何除弊心力除弊心力这个观念呢，先把它理清楚。一般人都比较习惯指责批评别人，自己的弊都看不到，都是想除别人的弊所以即使要除弊心力，也是除自己的弊，兴别人的利要这样子才对。这个观点要先理清楚。凡夫的团体免不了会有什么缺失之处嘛，但我们不能用弊端这个字眼，而是要用什么不适合啦，不理想啦，或者力道再加强一点，不如法啦。讲不如法就算蛮严重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轻易讲不如法，这个是讲话很重，会伤人的但有时候真的是不如法了，但是知道就好了大家都是彼此点到为止的不要明讲嘛，对。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讲所以弊端
这2个字可能隐藏有什么违反法律之嫌呢？那不如法呢？它是没有依教奉行，或违反道场的规定，两者上有性质上的轻重差异啊。尤其呢，修行团体里面讲广结善缘呢，如果真要除弊，也是什么？也是以什么为原则啊？心中有戒，每个人心中自己有戒，心中有戒，心中有爱，以及什么？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是最高的原则啊。这样才会什么？理事圆融啦。你做的人提升境界，你要去对峙的人呢，他也觉得很能够接受，很圆融啊。理跟事都很圆融啊。否则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否则谁会喜欢无所求的来做志工，还要随时被别人除弊呢？是吗？将心比心嘛。换成我们也不会喜欢说被人家除弊呀，常常被人家除弊呀，对。如果这样子的道场的话，也不会让人感觉很温馨。一个道场如果人人都忙着在除别人的弊，那怎么会有道气呢？不是在修别人，在修自己嘛，对不对？然而刚刚这样子讲不代表说那这样子的话善恶不分的，是非颠倒，没有，这是两码子事。解决问题啊，不是靠魄力就可以啊，还要懂得耐心等待因缘啊，缘熟才有办法处理事情啊。缘不熟，你再怎么样努力也没用啊。要从最适当的时间点切入啊。做事呢可以用魄力，因为事情不会反弹呐。做人就不要用魄力，因为人会反弹。做人要用什么？要用亲和力啊。有亲和力才会结好缘，这样就会形成什么软实力如果是魄力有余，亲和力不足，则很容易落入什么有勇无谋，匹夫之勇或者什么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或者理直气壮，得理不饶人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出来所以这样子的分寸的取舍跟拿捏呢，也是过犹不及过一点也不好，不够也不好，这个真的是需要智慧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否则真的是应付不来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此为止，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大家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